晨昏前夜，我遭歹人掳走，卖进青楼。被救出时，京城人人都说我失了贞节，不配做太子妃。太子萧衍却抱着我愧疚大哭，痛恨自己没能护我周全，更是不顾皇家颜面，执意要重办婚宴娶我为妻，发誓要与我相守一生。成婚当晚，我却听见萧衍在书房与人谈论，太子何故要抛弃郡主，娶义昌妇为妻？太医说他伤了身子不能生育，姑娶了他既能博个好名声，等日后登上皇位，也好以无所出的名义将后位给婉儿。一句话让我如坠冰窖，原来我以为的伉俪情深，不过是我一人的独角戏。原来萧衍说的白头偕老，也不过是南柯一梦。这一刻，我决定放手，成全萧衍与心上人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郡主听闻您执意要重办婚宴，可是伤心欲绝，哭晕了好几次了。夜晚的空气中泛着丝丝凉意，我明显感觉到萧衍在听见这句话后的停顿，可我还是抱着一丝期待。但萧衍接下来的话却打破了我最后的期待。姑知道，虽说姑为太子，可父皇明显偏袒二弟，甚至有了废太子的想法。如今朝中大臣皆站对二弟，谢老将军作为武将之首，只有得了他的支持，姑才能力与二弟抗衡。如今乾坤未定，四周皆是敌人，若是此刻迎婉儿入府，岂不是置他于水火之中？姑不愿看他受苦。透过门缝，我清楚地看见了萧衍在提起林婉儿时眼中的柔情，那是我不曾见过的。只是这样的柔情，却在提起我时转瞬即逝。如今谢幽宁名声尽毁，娶了她不正好说明姑是重情重义之人？原来在萧衍眼中，我不过是替他心上人受苦的替身，父亲也不过是帮他谋权的利剑。所谓的成婚，也只是为了替自己博个好名声。我跌跌撞撞回到屋内，看着手腕上的同心结，久久不能回神。这是萧衍送我的定情信物，里面还有他的青丝。他曾说结发同心，一生相伴。如今行至途中，他却食言了。或许他从未动心，从始至终认真的只有我。萧衍回来的时候，我还在出神，直到耳边传来萧衍温柔的声音，我才回神。幽宁，你醒了。丫鬟说你睡了一整天，到现在还未用膳，是不是我不回来就又不吃了？看着萧衍，眉心浅浅皱起，似沾染了些许担忧。若不是刚刚听见那些话，或许我还真以为他是在担心我。如今仔细再看，他眼中的情绪分明就是不耐。尽管他面上带着笑意，可笑意根本不达眼底。见我不语，萧衍赶忙道歉，都怪我，要不是我忙着置办我们的婚宴，也不会忘记陪幽宁用晚膳。说罢便亲自舀了一勺粥递到我嘴边，眼中的关心和担忧一如既往。可这一切在我看来不过是伪装。我这出戏萧衍真的演得很好，连我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。就着萧衍的手，我喝完了这碗粥。在他转身的瞬间，我状似不经意地问道，阿言，你手腕上的同心结呢？我清楚地感受到，在我问出这句话后，萧衍的身躯一怔。良久，萧衍才含糊其辞道，丢了，寻你的时候无意间丢的。电光石火间，我似乎想起了什么，立马焦急地说，我看见了，那晚的人手腕上就带着同心结。如果萧衍说的是真的，那我看见的也是真的。只是不等我说完，萧衍就打断了我的话。够了！这声怒吼让我彻底呆愣在地。见我怔愣，萧衍这才将我紧紧抱入怀中，嘴里不停地说着道歉的话。对不起幽宁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们不想了好不好？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？萧衍的话让我的心好像被拴了块石头一样直沉下去，绞痛不已。我不明白为什么萧衍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拦我回忆。就算他不爱我，可至关我的名声，他竟也不在乎。推开萧衍，看着他双眼通红的模样，我只觉心灰意冷。萧衍，我们不要成亲了，我配不上你。我语气冰冷却沉寂有力，如今我只想与他划清界限。萧衍在听清我说的话后，却将我抱得更紧了，声音都带上了颤抖。幽宁，你再说气话对不对？是我没能护你周全。你要打要骂都行，可你不是抛弃我啊，
现在也只有我是爱你的。萧炎说的对，若是往常，我是将军府的嫡女，说亲的媒人都快踏破了将军府的门槛。可是如今我名声尽毁，遭歹人玷污，成了京城人人唾弃的对象。除了萧炎，谁还要我？可我也曾像每一个待嫁的新娘一样，渴望夫君疼爱，期待团圆美满，却无故卷入皇权纷争，遭受无妄之灾。萧炎似是真的怕我逃婚，整个太子府上下都被他的严加看管，就连我提出要回将军府看看家人，都被他拒绝。幽宁，等成亲的3日后，我定亲自陪你回门。看着萧炎执着的样子，我知道自己是逃不掉了。临睡前，萧炎吻了吻我的额头，安抚似的拍了拍我的背，哄我入睡。可我却没有忽略掉他眸中那一闪而逝的厌恶。在我闭上眼的片刻后，身旁的人便起身离开。关门声传来，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。回想起曾经，萧炎说对我一见钟情，便想方设法地追求我。可是这份热情也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便烟消云散。想起他曾缺席我的生辰和几次拒绝与我踏春，却要我帮忙给林婉挑选生辰礼物，主动邀她放风筝。那时萧炎是怎么说的？他说与林婉自幼便认识，只当林婉是妹妹，还说自己只认准我。或许我早该意识到的，哪有什么一见钟情，不过是他另有图谋。第二天的婚宴，望着铜镜里自己哭肿的双眼，我阻止了丫鬟要为我上妆的动作。一时间，屋内丫鬟面面相觑，无一人敢上前劝我，全都唯恐避之不及。最后还是萧炎亲自为我涂上胭脂，为我盖上红盖头，牵着我的手去前厅。拜堂时，不知是谁在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句娼妇。原本热闹的人群霎时鸦雀无声，议论声逐渐传来，我开始控制不住的发抖，一时惊慌崴了脚。是萧炎一把扶住了我，转头便叫来侍卫，将刚刚带头的男子拖了下去。议论声逐渐消散，转而换成恭贺，无一不夸赞萧炎重情重义。牵着我的那双手开始抹撒，这是萧炎惬意时的表现。以往看见林婉开心时，他都会下意识的双手抹撒，原来亲自揭开我的伤疤就如此惬意。恨意涌上心头，萧炎似是察觉到了什么，转而与我十指相扣。一直到回房，我都止不住的恶心，为萧炎的虚伪感到恶心。另一边的萧炎显然与我相反，不仅喝得酩酊大醉，就连合卺酒都忘记喝了，直直地倒在床上就昏睡了过去。昏睡前口中还呢喃着琴瑟和鸣，白头偕老。不知他心中想的是我还是林婉。这晚我独自坐在床边，一夜无眠。第二日，萧炎前脚刚去上朝，后脚宫里便来人说皇后有请。可等我来到坤宁宫时，宫人却说皇后正与林婉喝茶，让我稍等片刻。屋内是两人的欢笑声，耳边是宫女的嘲笑声，无一不是嘲笑我不知天高地厚，差人姻缘。烈日炎炎，这一等便到了正午，直到身后传来萧炎的声音，我才被领进屋。看着坐着品茶的两人，与我的满头热汗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身旁的萧炎却只是笑着开口，听说婉儿近日身体不适，怎么还随意走动？这话听起来是责怪，可语气中却满是宠溺。而林婉听见这话，更是一副潸然泪下的模样，立马哽咽道：太子哥哥这是娶了妻子就不爱婉儿了吗？知道我病了，不仅不来看我，反倒埋怨我，是责怪婉儿没能参加婚宴吗？说完还欲盖弥彰地抹起了眼泪，看得一旁的皇后心疼地将她搂进了怀中。我的婉儿啊，真是委屈你了，既然做不了本宫的儿媳，那就做本宫的女儿。日后你就是太子的妹妹，你们二人的情分，旁人是抢不去的。知道皇后是话里有话，在指桑骂槐。早就听闻林婉是皇后的侄女，自幼便在宫中长大，与萧炎是青梅竹马，还未及笄便被封为了永安郡主，可见皇后对其的宠爱。可看着萧炎面上的无动于衷，还是不免觉得心痛。明明是他主动追求的我，如今我竟成了破坏他们感情的罪魁祸首。看着皇后二人抱头痛哭，衬得我越发像个小丑。萧炎愣了下，似是才想起我还在身边，尴尬解释：幽宁，婉儿只当我是哥哥，这是舍不得我才伤心的，你不要误会。话没说完，
皇后便震怒道：“好一个将门嫡女，不过是兄妹情深，你竟如此善妒！”一句话便给我安上了善妒的名声，而我从始至终都未曾开口。萧炎似乎也意识到这话说得严重了，赶忙出口阻拦。母后，幽宁并未说什么，何来善妒一说？萧炎的话让皇后险些维持不住脸色。看着萧炎维护我的样子，皇后似是难以置信。一旁的林婉见状立马捂住心口。萧炎见状赶忙推开身边的我，紧张地扶住林婉。只是不等他关心林婉，一夜未睡的我加上长久的站立，经他一推，再也支撑不住地倒地昏迷过去。迷糊中我似乎听见林婉的试探道：“太子哥哥，太子妃晕倒了，你快去看看吧，不要管我了。”而萧炎却只是含糊道：“他只是中暑了，不要紧。”屈辱感涌上心头，即便我还在昏迷中，却还是能感受到周围人嘲讽的眼神，像是要将我凌迟一样。我就像个跳梁小丑一般被众人取笑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回到太子府了。听丫鬟说，萧炎今晚留在了宫中，想来林婉英是也留在宫中了。第二天，萧炎依旧没有回来，倒是宫里送来了一位女子，说是要给萧炎做良娣。看着女子的穿着，一看就是扬州瘦马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知晓这是皇后在故意折辱我，强压下心中的酸涩，默默安慰自己。知道女子姓许后，我便让人给安排了住处。第三日一直等到正午，依然没有看见萧炎的身影。丫鬟提醒我今日是林婉的生辰，我点点头，独自一人回将军府。还未到府门口，远远便看见一个有些佝偻的身影在张望。看着父亲鬓间的白发，眼泪再也控制不住，一下车便扑进父亲怀中。父亲宽厚的大掌拍在我的后背，一下又一下。良久，我抬起头，对上父亲微红的双眼。我知道父亲这是在埋怨萧炎对我的不上心，也是在心疼我。自我被寻回，父亲就仿佛一夜老了10岁。明明母亲难产而亡，父亲一个人将我养大，也不见一丝白发，如今却已白了一大半。京城人人都说我该3尺白绫，以死脱身，唯有父亲心疼地将我护在身后，宁愿养我一辈子，也不愿我嫁进夫家受尽白眼。可惜我那时满眼都是萧炎，根本听不进父亲的话。幸好我及时醒悟。书房里，父亲听我说要与萧炎和离，久久未曾说话。看着父亲动容的神情，我继续哽咽道：“父亲，是女儿不孝，未能听进父亲的劝告，只一心放在太子身上，却不想太子不过是想拿父亲做垫脚石，好荣登皇位，女儿所遭受的一切也是无妄之灾。现如今女儿幡然醒悟，才惊觉看错了人，眼下只想与太子和离，哪怕是削发为尼，与青灯古佛为伴，远离尘世纷扰，女儿也愿意。”说完我便跪倒在地，父亲赶忙扶起了我。这时候我才发现父亲早已红肿了双眼，一辈子都不曾弯腰的父亲，此刻却怎么也挺不直背。浑浊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我才回神。为父给你取名幽宁，就是希望你能安稳一生，平淡幸福。既然太子不是良人，那便留在将军府，为父养你一辈子。名声在外，好坏都不重要，活下去最重要。听见父亲的话，我才觉得近日来的委屈消散。临走时，父亲握着我的手，郑重开口：“太子若是不愿放手，为父便用一身军功向陛下请旨，准你们和离。”有了父亲的话，回去的路上我止不住的雀跃，不断在心中盘算着如何向萧炎开口。一下车，我便直奔萧炎院中，全然忽略了院中丫鬟奇怪的脸色。还未等靠近屋门，里面便传来了萧炎的怒吼：“滚！你个千人骑万人睡的婊子，还想上姑的床，滚！”此话一出，院中丫鬟全都跪作一团。屋内一个衣衫不整的女子也被扔了出来，正是白日里皇后赏赐的许良娣。听着屋内的萧炎还在骂骂咧咧，我却像是什么也听不见，一屁股跌坐在地，手腕上的同心结磕在地上，铃铛破裂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屋内的骂声骤然停下，萧炎猛地回头，就对上了我是失魂落魄的双眼。看见他朝我伸出的双手，我下意识地瑟缩了一下，没管身后的萧炎再唤我的名字，头也不回地逃走。
尽管我拼了命的想要忘记那段噩梦般的记忆，可萧炎今晚的话却再次让我深陷噩梦。门外的萧炎还在敲门，一遍遍地喊着我的名字，一遍遍地道歉。看着手腕上的同心结，上面的铃铛早已不见踪影。只有我知道，破碎的不止铃铛，还有我对萧炎最后的幻想。萧炎见我开门，眼神一下就亮了起来，而我看见却只想笑。爱我这件事，萧炎真的演得很好。若不是见过他小心翼翼爱着林婉的样子，怕是连我自己都要被骗了。只是眼下，我却只觉心累，只想远离他。看见我递出的同心结，萧炎不解，只以为是上面的铃铛碎了。看着萧炎疑惑的神情，我平静道：萧炎，同心结还你，我们和离吧。我的话让萧炎手中的同心结再次掉在地上。他似是不敢相信，一向爱慕他的我竟会主动提出和离。气愤盖过惊讶，下一瞬，一个巴掌便落在了我的脸上。像是不解气一样，萧炎的口中逐渐说出污言秽语。谢幽宁，你不会还以为自己是清白女子，京城人人艳羡的贵女，如今你名声尽毁，除了我，你还能嫁给谁？说完便甩袖离开。都说亲近之人最清楚朝哪里刺刀最痛，萧炎也的确如此，字字句句都仿佛在凌迟我的心。见萧炎如此激动，我便知道仅凭自己是无法和离了。当晚我便派人给父亲送去了书信，只是并未将萧炎动手的事情写进去。父亲年事已高，不想他老人家再过多担心。这边的萧炎自从与我撕破脸后，便以太子妃病了的名义对我严加看管。太子府里里外外都是萧炎的护卫，我便只能待在府中。像是故意与我作对，萧炎直接宿在了许良娣那。当晚我便发起了高烧，这一病来势汹汹，可院子周围都是萧炎的护卫，我的贴身丫鬟根本出不去。被人发现时，我早已烧得额头满是汗水。丫鬟见我已经烧得开始说胡话，嘴里一直喊着父亲，这才壮着胆子去请萧炎。可萧炎却像是笃定我在说谎一样，怎么都不愿意给我请太医。最后还是许良娣害怕我这个太子妃真的出事，到时她也难逃一死，这才催促萧炎起身。可萧炎到底还是心狠，只是让人请了太医过来，自己却并未起身。这一晚，我梦见自己像一片叶子，随海水跌宕起伏，孤立无援，却不知另一边的萧炎此刻正与人颠鸾倒凤，疑是旖旎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2天后了。听说这2天皇后又送来了2个美人，全被萧炎收入房中。我没着急，倒是另一边的林婉急了。听院中丫鬟闲聊，林婉得知萧炎另有了3名良娣后，气得跑来太子府，大闹萧炎的书房。萧炎不仅没有生气，更是将林婉抱在怀中轻声哄着。说起这些时，丫鬟们还不忘偷偷看我的脸色，知道这些下人是在暗中嘲讽我这个太子妃不得宠。可我只当没听见，面上什么也不显。我面不改色，林婉显然沉不住气。见我淡然喝茶，一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模样，林婉直接上手打翻了我手中的茶杯。抬头便看见林婉指着我，语气恶劣道：谢幽宁，你夫君都被别的女子抢走了，你还能在这安心喝茶？夫妻本是一体，你就应该替他管理好后宅。看着林婉的狰狞，我也只是点头示意，语气毫无波澜。我与他都未曾圆房，何来夫妻一体？我的话让林婉怔愣了片刻，即便他努力压制，可面上的得意却依旧无法控制。谢幽宁，好歹你也曾是京城有名的才女，又有侍奉男人的经历，怎么就留不住太子哥哥的心呢？听着林婉语气中的洋洋得意，我直接戳破了他的伪装。永安郡主，我理解你爱慕太子的心情，只是太子心有所属，我也不好夺人所好，你说是吧？我的声音沉寂有力，尤其是加重爱慕2字，直接扯下了林婉的遮羞布。但林婉显然是个头脑简单的，只注意到了我说的心有所属。他很想问那个人是谁，可他知道我是明摆着在讽刺他。可就算这样，他依旧不忘挖苦我。谢幽宁，别以为太子哥哥是真的喜欢你，我可是怀了太子哥哥的孩子，他心中只会有我，以后的后位也会是我的。林婉的话让我彻底呆愣在地。知道萧炎与林婉关系匪浅，
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两人竟有了肌肤之亲。即便我现在对萧炎只剩下恨意，可还是免不了一阵心痛。脑海中一直重复着林婉儿的那句话，连人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。只是我没想过萧炎竟还会主动来找我。盯着面前的男人，一股寒意自脚底蔓延上来。原来我从未真正看清过他。看着萧炎拿出桂花糕，口中依旧说着冠冕堂皇的话。幽宁，那日是姑不好，气头上才打了你一巴掌，现在可还生气？语气轻柔，说完还佯装心疼的抬手想摸一摸我的脸。看着萧炎这副虚伪的模样，我只是后退了一步，不紧不慢地回应，我不爱吃甜食，从来都不吃。爱吃桂花糕的是林婉儿，以往他每次见林婉儿都会带着桂花糕。萧炎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，最后也只是笑了笑，转移话题。3日后是皇上60大寿，听闻岳父近日身体不适，未曾上朝，不知3日后的寿辰可能参加。听到萧炎的话，我只觉可笑。明知我父亲身体不适，却还是为了能在二皇子面前一展威风跑来明知故问。殿下是不是忘了臣妾还在禁足，怎么会知道父亲的情况？萧炎听出了我话里的讥讽，可无奈他现在急需拉拢将军府。看着萧炎忍耐的样子，我只觉畅快。最后萧炎还是解了我的禁足，还拿了许多东西想要陪我一起回将军府。只是临出发前，有下人来报说林婉儿发起了高烧。萧炎听闻立马抛下了我，所幸我早有预料，对他并不抱希望。父亲看着我日渐消瘦的身子，最终还是拿出了兵符。幽宁，这些天为父也想过了，既然富贵迷人眼，那咱们就远离纷争。皇上是个明君，朝中人才辈出，为父是时候该告老还乡了，去看一看你母亲一直想看的江南。说到这，父亲的眼角滑落一滴泪。这个一辈子都在为国家拼命的男人，晚年却没能好好享福，是我这个做女儿的不孝。想到这，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萧炎的脸。但愿父亲的辞官之行能够平安顺遂。大寿这天，我早早便在前厅等着了。或许是我的兴奋太过明显，连萧炎也感受到了，一脸疑惑地看着我。当然高兴了，毕竟很快就要与你分道扬镳了。可事与愿违。酒过3巡，父亲提出想告老还乡时，没想到萧炎第一个出声反对。帝王最怕功高盖主，如今父亲主动提出交出兵符告老还乡，皇上自然乐见其成。却没想到萧炎居然会跳出来反对。许氏也注意到了自己的失态，萧炎赶忙开口解释：父皇，儿臣不是这个意思，而臣是看谢老将军年事已高，何不留在京城，让儿臣这个做女婿的给他养老。即便萧炎开口解释，可明眼人都看得出理由牵强。尤其是二皇子，有这机会自然不会放过萧炎，立马出言暗讽：大哥这么着急，到底是怕谢老将军没有倚靠，还是怕自己没有倚靠？一句话将萧炎说得面红耳赤。坐在高位的皇上似乎对2个儿子的暗潮涌动司空见惯，仍旧一副淡然的模样。感受到身旁的萧炎碰了碰我，似是想让我开口阻拦一下父亲。看着他着急的神色，我只是平淡坐着。见父亲心意已决，皇上关怀了父亲2句，便说出了那句我最期待的话：谢爱卿，你护国多年，功不可没，朕可以满足你一个要求，尽管提。谢陛下，臣没有什么要求，只是臣的就一个女儿，命运多舛，担不起太子妃的名号，臣只想带她一起走，望陛下准许。一时间，众人纷纷望向我。直到此刻，萧炎才意识到我说的和离并非是在争宠。与萧炎的震惊不同，坐在皇后身侧的林婉儿明显雀跃。皇上看了眼我，微微点头：允了，谢陛下。在萧炎的愣神之中，我早已跪地谢恩。皇家颜面大过天，我这个太子妃本就是萧炎强求得来的。当初成婚时，皇上与皇后2人更是无一人出面。婚后一段时间，京城更是人人嘲笑皇家是被蒙蔽了双眼。此刻能甩开我，皇上更是喜上眉梢。看着皇上高兴的连喝3杯酒，我也高兴的喝了几杯，终于能脱离苦海了。当晚我便回了将军府。太子府不是我的家，当初的萧炎为表决心，不仅没要嫁妆，
就连聘礼也是送了2次，只是2份聘礼父亲都没有动。父亲说，既然要一别两宽，就要两不相欠，吩咐下人明日就将聘礼送回去。临睡前，下人来报说太子一直在府门口候着。我搞不懂萧炎，以前是现在也是，明明在宴会上说得很清楚了，此刻前来必定是为了父亲的告老还乡之事。想到这，我气上心来，吩咐下人不许给萧炎开门。可没想到，萧炎竟真在门外等了一整夜，直到第2日下人送聘礼时，发现萧炎晕倒在了府门口，无奈只能将他抬进府。可他刚醒，便急匆匆地跑来找我。幽宁，你真的要抛下我去江南吗？是我不好，不该同你置气，别生气了好不好？看着萧炎光脚跑来，语气卑微，直到现在他都还觉得我是在同他置气。我笑了笑，抬眸望向他，淡定地说道：萧炎，你我相遇本就是你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引我上钩。如今我既不是清白姑娘，也无权无势，再也无法助力你的野心，你又何苦缠着我不放？话还未说完，萧炎赶忙道：不是的，青楼那晚的人是我，你是清白的。萧炎的话让我沉寂已久的记忆再次涌上心头，记忆中的铃铛声似乎又在耳边响起。原来我看见的都是真的，那晚带着同心结的人就是萧炎。原来他早就知晓二皇子的计划，自己也不过是将计就计，为了保护林婉，就佯装出最爱我的样子，害我被歹人掳走。见我一双眼睛仇视地看着他，萧炎只觉心痛，再次开口道：并非是我不愿亮明身份救你，只是那晚敌人众多，我怕他们下杀手，只能伪装成客官，但我也没想到屋内竟会有迷情香。还未等萧炎说完，一记响亮的巴掌便落在了他脸上，鲜红的巴掌印却依旧没能让我平静。此时我才惊觉眼前人是如此陌生。把人赶出将军府后，我久久不能回神，只想赶快逃离京城，远离萧炎。可天不遂人愿，江南突患鼠疫，一大群难民闯进京城，一时间京城人人自危。萧炎却日日都会来将军府，只为确认我的安全。林婉听闻，几次三番的跑来拉走萧炎都无济于事。自我与萧炎和离后，我就再未关注过林婉，直到今天他约我出来。看着林婉明显隆起的肚子，我不禁在心中冷笑。如今心上人有孕在身，萧炎竟舍得抛下心上人，反而来讨好我这个替身。对上林婉充满仇恨的双眼，我坦然开口道：既然有孕在身，怎么不安心待嫁？还是萧炎不愿意娶你？许是没有想到我的直白，林婉的表情有一瞬间的狰狞。谢幽宁，你别以为太子哥哥是真的爱你，他爱的从来都只有我。你要是有信心，就不会来找我了。我的话彻底戳破了林婉的伪装。看着他站起身，我以为他是想打我，视线触及他身下，却没想到那里早已被鲜血染红。我的目光落在了那杯茶水上，林婉见我发现了是酒水有问题，毫不掩饰自己的计划。既然太子哥哥不愿意娶我，那我就用这个孩子离间他与你的心。听着林婉洋洋得意的语气，我只觉恐怖。下一瞬，林婉便痛呼出声，紧接着一道身影闯入视线。萧炎满脸震惊地看着我，倒在地上的林婉还在哭喊着自己的孩子。透过萧炎的双眸，我似乎看出了失望，只是这次要让他失望了。回过神来的我立马打开了窗户，看着窗户外面的众人，林婉彻底呆住。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茶楼的窗户外面竟会是戏台。刚刚我与他的谈话全被众人听见了。萧炎不傻，透过众人的眼神与议论声，心中了然了一切。眼见萧炎开始怀疑自己，林婉立马装晕，而我却只是冷漠地看着萧炎，看得他心中发慌。幽宁，是我错将青梅当作红颜，是我将幼时情分误以为爱情，这才错过了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听见萧炎的请求，语气尽显卑微，可我没有丝毫心软。见我摇头，萧炎只能抱着林婉离开。临走时还不忘威胁众人将今日之事守口如瓶，但我想恐怕要让他失望了。有了我的推波助澜，不过3日，京城的大街小巷便传遍了太子与永安郡主暗度陈仓，思乡受受。
更有甚者说，太子这是罔顾人伦，郡主既是皇后一女，便是自己名义上的妹妹。一时间，萧炎成了众人口中的过街老鼠，就连朝中大臣也联合弹劾萧炎。闹出此等丑闻，皇上只得将林婉赐婚与萧炎，可萧炎却当众抗旨，说只将林婉当作妹妹，甚至长跪御书房门口，求皇上收回圣旨。与此同时，二皇子早已带着整个太医院赶往江南控制鼠患，皇帝更是承诺，二皇子若是能治疗鼠患，太子之位便是他的。这些还是父亲告诉我的。虽说父亲已经辞官，可一身军功摆在那，不少大臣都将萧炎的笑话当作谈资说与父亲。看着父亲小心翼翼提起萧炎的模样，我心酸又好笑，立马揽上父亲的手臂说道：“女儿已对太子死心，只想陪在父亲身边。”听见我的话，父亲终于露出了多日不见的笑容。萧炎不再日日蹲守将军府外，但我每日都会收到一封信，毫无疑问是萧炎写的，但这些信不是被我烧了，就是撕了，连着半月如此。或许是不见我回信，萧炎便不再写了，也或许是清醒了。萧炎开始拉拢大臣，想要争取一线生机，保全自己的太子之位。只可惜此番动作落在众人眼中只是垂死挣扎。最后一次收到萧炎送来的信时，府中下人告诉我，萧炎说要与林婉成亲了。原本我是不想去的，可无奈皇上亲自邀请了父亲，我只能陪同。与当初和我成亲时不同，这次的婚宴格外热闹，毕竟帝后两人都在，没人敢不识趣。但林婉显然是个不识趣的，看着他递过来的酒水，我便心下了然。见我不接，林婉立马换了一副面孔，亲切道：“谢幽宁，以往是我不对，如今我心愿已达成，你我便握手言和吧，这杯酒算我敬你的。”看着林婉虚伪的样子，我的视线却落在了他身后的萧炎身上。随着我的视线，林婉也转身看见了萧炎，只是在他转身的瞬间，面前的酒杯便被我调换了。见萧炎没有拆穿我，我面上不显，心中却无比期待将要发生的好戏。果不其然，夫妻拜堂时，林婉却不见了踪影。一时间，大家议论纷纷，就连皇后都着急忙慌地找人，唯有萧炎按兵不动，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。即便我知道是那杯酒水的问题，可看着萧炎袖手旁观的样子，就仿佛看见了当初的自己，可怜又悲哀。不一会儿，喜婆的尖叫声响彻整个婚宴。喜婆手指指向后院，嘴里哆哆嗦嗦道：“新娘子在后院，后院客房。”看着喜婆欲言又止的模样，皇后率先起身，嘴里还埋怨着喜婆的失态。一群人浩浩荡荡地朝后院走去，还未走进客房，屋内的求欢声便清晰地传进了每个人的耳朵里。站在最前面的皇后听见，立马出言训斥：“光天化日，竟敢在太子与郡主的婚宴上做出此等不要脸的事情！把门给本宫踹开，本宫要看看到底是哪个贱人！”丫鬟婆子得了令，立马将门踹开，上去将人拉开。被拉开时，林婉还满脸潮红的紧紧抓住男人的手臂，嘴里叫嚷着还要。等看清楚是谁后，不少人都惊呼出声，竟然是永安郡主！青天白日的，还是自己的婚宴，新娘子竟敢在后院与下人苟合。早就听闻永安郡主与太子是伦理不合，今日一看，原来不止于此。一时间，宾客的议论声纷纷响起，皇后更是被直接气晕了过去。而皇上此刻也彻底暴怒，大发雷霆道：“永安郡主德行有失，自今日起褫夺封号，敢去尼姑庵，剃发为尼，无诏不得出。”众人立马跪地，面面相觑，唯恐惹祸上身。唯有萧炎自始至终都面无表情，饶是心里早有预料，还是不免被萧炎的心狠震惊到。一场闹剧结束，人群散开。我想今日过后，林婉连想死的心都有了吧？只是皇命在身，她连死都不能。害人中害己，林婉也算是罪有应得。临走时，我回望了一眼萧炎，他依旧是面如平湖，但一双眼眸却晦暗不明。父亲见我愣神，在我的耳边轻声说了句：“京城要变天了。”我立马接话道：“那我们要快点走了。”见我不关心，
父亲伸手在我的额头上点了点。二皇子回京这日，听闻与皇上在御书房谈论了半个小时，出来时便亲自拿着圣旨去了太子府，宣告萧炎的太子之位被废。而我与父亲也启程赶往江南，可还未出京城，城门便被关上了，且有重兵把守。转头看了眼父亲，发现他正闭目养神，似乎早有预料。许是感受到了我的浮躁，父亲便开口说道：“稍安勿躁，用不了多久，城门便会打开。”见父亲如此笃定，我便放下心来，只是不知眼皮为何突突直跳。果不其然，马车外响起了熟悉的铃铛声，紧接着一道虚弱的声音响起：“幽宁，同心节的铃铛我修好了，你看看好不好？”听着马车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是重物落地的声音，夹杂着铃铛破碎的响声。从始至终，我都无动于衷，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。直到马车行至城门外，父亲才解释道：“新上任丞将军是我一手栽培的，他的武力远在我之上，有他在，京城乱不了。”原来如此。不过萧炎本就是强弩之末，即便想要谋反，也是有心无力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日萧炎被废之后，二皇子在太子府中搜出了他诅咒皇上的验圣之物和城防部位图，两桩罪责都是死罪，皇上下令处死萧炎，而萧炎却在暗卫的保护下逃跑了，皇上便下令关闭城门，严加搜索。只是没人会想到萧炎逃跑竟是来找我的。后来萧炎的尸体被一卷草席扔在了乱葬岗，皇后听闻当场吐血晕倒，在醒来时便得了失心疯，整日对着一块玩偶喊着萧炎的名字，因此吓哭了不少宫女。又一次皇后发疯在皇上上早朝时闯入，又哭又闹，皇上再也忍不了，下旨将其打入冷宫，严加看管。与此同时，我与父亲在江南买下了一座院子，开座茶馆，而我每日不是陪父亲钓鱼，就是在茶馆喝茶，生活好不快哉。只是每听见说书先生说起爱情时，我都会在心中默默感慨，这世间的真心真情，两情相悦本就是昙花一现，都不用风吹，弹指一瞬间便会烟消云散，唯有爱自己才是终身大事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